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部超好笑的日剧。这个男人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跟你们想的传统霸道总裁爱情剧不一样。这里的霸道总裁竟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抖 M， 在他女下属严厉的对待下，居然一见钟情，竟然还真心实意的求虐。如果你对这种出其不意的角色设定感兴趣，那就快准备好小板凳，一起追这部剧吧。剧情来了，佐藤正坐在酒吧里，眼里含着泪水，因为他养了8年的爱犬今天因病去世了，他只好借酒浇愁，顺便跟酒保吐槽公司的不给力，连宠物救命的药都研发不出来。没想到坐在后面的陌生男子听见了这话，冷冷地提了个建议，如果你真的想再见到你的狗狗，不如和他一起走吧。这男的说完侮辱佐藤的话，正要飒爽走人，佐藤立刻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男的脸和地面亲了个密切。他不敢相信地看着佐藤，佐藤用一种戏谑的眼神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确实是故意的，然后痛痛快快地教训了他一顿。第二天，佐藤像平常一样去上班，前晚喝多了，今天感觉有点晕乎乎的，但一件事情发生了，立刻让他清醒过来。他昨晚怒斥的那个男人居然是他公司的大老板天成。佐藤没时间整理思绪，因为天成下一秒就叫他进办公室了。佐藤鼓起勇气推开了天成办公室的门，他本以为天成会因昨晚的事小胁他，甚至准备好了被开除，没想到天成突然单膝跪下，真诚地对佐藤说，请让我做你的奴隶吧。这一幕让佐藤完全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看起来高高在上的天成竟是个抖 M。 佐藤还没来得及反应，天成又掏出一张黑卡，让他随意刷卡消费。面对这么大的诱惑，佐藤觉得天成这是在用钱羞辱他，他立刻走上前又教训了天成一顿。天成向来被众人捧在手心上，总是听到赞美，从没人这么直接粗暴地教训过他。这种经历竟让天成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他强烈地要求佐藤更粗暴地对待他。佐藤对这种荒谬的要求感到震惊，只好赶紧逃出办公室。因为天成这种奇葩的追求方式，佐藤开始故意避开他。这个自视甚高的小领导知道佐藤和天成没什么关系后，放心大胆地让他帮忙泡咖啡。就在佐藤准备泡咖啡的时候，天成正好在领导头上撒咖啡粉替他出气，边撒边冷嘲热讽，我都没喝过佐藤泡的咖啡，你就能喝？你以为你比我地位还高啊？领导被吓得不轻，只能不停地向他们俩鞠躬道歉。接着天成带着佐藤去了研发部，和所有的研发人员一起，因为没研制出救狗的药物，向佐藤深表歉意，并承诺会针对佐藤爱犬的病症研究出相应的药物，以此帮助更多的狗狗。佐藤虽然被天成这番大张旗鼓的行为吓到，但内心非常感动，他能这样关心自己的狗狗。他的心里原本对天成有那么点好感，却被他那些油腻的求虐话搞得瞬间没了。原来天成这一番道歉只是为了追求内心的羞耻感。事后公司里迅速流传起佐藤和天成的绯闻，员工们都用奇怪的眼光看他，连平时爱欺负人的领导也不再叫他干活了，这让佐藤感到很有压力。别人眼里佐藤似乎很幸运，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他找到天成，想要通过下跪来求他放过自己，没想到天成跪得比他还要低。佐藤一怒之下爆发了，你这人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是个自我为中心的受虐狂，我才不要你这种试图控制别人的人。佐藤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他用命令的语气对天成说，从现在开始你离我远点。自从那天佐藤下了命令，天成就不再纠缠他了，但公司里的其他人依然坚信佐藤是天成的女朋友，这样的谣言让佐藤很头痛。幸好同事马美提前准备了生日礼物给他，这让他感到一阵喜悦。下班后，佐藤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路上的情侣成双成对，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独自过生日，心里不免有点失落。佐藤万万没想到，在失去爱犬后的这个生日，甚至连一条祝福都没有收到。这时窗外的风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决定开窗透透气，清醒一下，却看到抱着鲜花顶风站立的天成。看着这不可理喻的天成，佐藤选择了直接无视他，希望这样能让他打消念头。突如其来的大雨把佐藤从梦中惊醒，他想确认天成是否已经离开，再次打开窗户去查看。眼前的景象让佐藤不寒而栗，天成不但没有离开，甚至还保持着之前的姿势，在风雨中一动不动。佐藤再次决定无视他。过了一会儿，警车的警报声将他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站了3小时的天成被邻居误认为是跟踪狂而报了警。当佐藤得知警察要带走天成，他突然想到，如果因为跟踪而被带到警局，他和天成的纠缠可能会更加人尽皆知。他不愿让这场绯闻继续扩散，只好谎称天成是自己的男友，用吵架的借口将天成从警察手中救出。警察一走，佐藤立刻怒斥天成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哪知这话正合天成的心意。天成立马闹脾气，要佐藤赶紧惩罚他。佐藤被天成这么一闹，烦得不行，一气之下把天成摔倒在地。谁知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竟不顾自己的伤痛，
还给佐藤送来生日祝福。原来天成担心佐藤一个人太寂寞，所以特地来给他过生日。了解到天成这份心意，佐藤竟有些感动，不过感动也就3秒钟。天成又拿出自己的银行卡，当做生日玉物递给佐藤，说佐藤随便花。佐藤实在不想再跟天成有瓜葛，坚决拒绝了银行卡，头也不回地走了。这场噩梦般的生日终于结束，马美又拉他去参加联谊会，谁知天成竟然也在这家餐厅。他正坐在不远处向佐藤敬酒，佐藤赶紧喝酒压惊，盼着联谊快点结束。这场联谊表面简单，男方却别有用心。原来他们打听到佐藤是天成的女朋友，想趁机把佐藤灌醉，套天成公司的秘密。可惜他们商量的时候被佐藤听得清楚。面对这2个男人的卑鄙行径，佐藤毫不留情，羞辱了他们一顿，还顺便夸了天成一通。这一幕恰好被躲在暗处的天成看见，他走到佐藤面前，佐藤却因为喝多了直接晕倒在他怀里。等佐藤醒来时已在天成家，他刚要离开，却因为酒劲未退蹲在地上。这时天成端来自己调的解酒药，让佐藤喝下，然后开始解释在餐厅听到佐藤称赞他的事，表示自己不喜欢被夸，希望佐藤今后别再表扬他了。佐藤决定反其道而行，开始不停地夸天成，称他是天才。他想只要不断夸奖天成，天成可能就会被烦死，这样他就不会再来烦他了。可天成的思维真是奇特，他并没因为佐藤的溢美之词改变想法，反而觉得越是禁止佐藤做的事，佐藤越想去做。这种反叛让他觉得更有趣。为了让佐藤能好好休息，天成把自己的床让给了他。第二天早上，佐藤第一个醒来，发现天成睡在沙发上，他贴心地给他盖上毛毯。就在佐藤准备悄悄离开时，天成突然拉住了他，接着天成吻了佐藤，佐藤机智地推开了他，天成却说自己是迷迷糊糊的，那个吻只是个误会。佐藤离开后，天成露出了狡黠的笑容，原来刚才的吻是他故意的。今天是公司年度大扫除，佐藤被安排去打扫天成的办公室，其实这只是个借口。天成已经准备好了花束，在等着佐藤。佐藤立马指出那天天成是故意装睡的，他严肃地说要辞职。正当他转身离开时，不慎摔倒了，跪伤了膝盖，这让天成非常心疼。他立刻霸气地帮佐藤处理伤口，一边给他上药，一边威胁说辞职没有用，无论你去哪儿我都能找到你。伤口处理好后，天成还特地拿出一个请帖，邀请佐藤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但佐藤冷冷地拒绝了。佐藤刚走出门，就撞上了总经理的秘书明曲。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明曲还是认出了他是传闻中的天成女友，他马上追了上去。虽然是第一次见面，明曲却直接对佐藤说，自从你来了之后，天成变得很不正常，希望你能离他远点，别搅和我们的项目。这正合佐藤的意，他通过明曲传话给天成，他绝对不会去他的生日派对。明曲表面上同意了佐藤，但没想到他居然在天成的生日那天亲自送佐藤去了派对。原来他被天成威胁了，如果不把佐藤带过去，天成就不开发新药了。明曲看到佐藤要走，马上开口说，如果宴会上搞砸了，天成可能就会放弃你。佐藤觉得这个主意可以，就同意去了。佐藤正担心没有合适的礼服，天成已经事先准备了一套完美的礼服给他。宴会上的宾客非常多，都是一些地位高的显贵。天成一眼就看到了美丽的佐藤，他没理会其他人的祝福，直接朝佐藤走来。他的父亲康介也来了。康介知道佐藤对天成很重要，面露喜色。佐藤急忙澄清他和天成没关系，为了让人信服，他还特意提高声音强调他真的很讨厌天成。此言一出，全场都惊呆了，康介的脸色沉了下来。佐藤猜想自己是不是说过头了，然后康介突然笑了，看来像父亲一样。康介并不介意佐藤的直言，反而觉得他很有气魄，确实是他儿子看上的好女孩。康介走后，一群女人围上来恭维，在说话中带着讽刺。佐藤根本不在乎这些，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就是要当众让天成尴尬。佐藤的这种羞辱让天成觉得非常刺激，让佐藤感觉这人根本不讲理，气愤地离开了座位。难熬的宴会终于快结束了，佐藤被一个突然出现的猥琐客户板口纠缠。天成看不下去自己的女人受欺负，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还让他向佐藤道歉。但为了不让天成因为他得罪重要客户，佐藤出其不意地用酒泼向了天成，然后对板口鞠躬道歉。说完，他拉着天成就往外走。匆忙逃离现场的他们都有点感动，意识到彼此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方，两人的关系在这一刻似乎有了新的变化。天成忍不住夸奖道，今天的你真美。为了避免将来再发生类似事，天成递出了自己的名片，希望佐藤有事随时找他。紧接着，天成再次感谢佐藤出席他的生日宴。佐藤从没见过这么真诚的天成，心里一软，想要送上真心的生日祝福。这时明曲突然出现了，让天成回去主持宴会。
同时说自己会送佐藤回家。回到家的佐藤，经过一番思考，还是决定打电话祝天成生日快乐，却始终没人接听。虽然天成很快回拨过来，但此时佐藤已经没心情了。最终佐藤无法忍受天成的连环电话，无奈接了电话，发现天成竟然出现在自家楼下。气愤的佐藤斥责道：“你真是个傻瓜！这么多人为你庆生，你竟然跑了出来！”天成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被人夸奖的，佐藤这一句傻瓜让他这个受虐狂感觉刺激无比。天成想要更靠近佐藤时，明曲的电话打了进来。霸道的天成突然抱住佐藤，抢过电话，警告电话那头的明曲别再打扰佐藤。情急之下，佐藤咬了天成一口，迫使他放手后，丢下一句生日快乐，赶紧溜了。哪知道天成早就等着呢，把这句生日快乐录下来了，然后就沉浸在回味中无法自拔。第二天，坂口对昨晚的事后悔不已，特地送了个温泉旅行作为补偿。明曲和麻美死命劝佐藤跟他们一起去。这时候明曲提出让他和佐藤假扮情侣来气天成，试图让天成放弃。这招看起来似乎行得通，但佐藤还是不为所动。没辙了，明曲只好使出杀手锏，当着众人的面哭着求佐藤一起去。佐藤被众人的目光和议论逼得只能答应。不知不觉间，温泉旅行的日子到了，佐藤和明曲开始执行假扮情侣的计划，故意在天成面前表现得很亲密，不断有身体接触。天成竟然一点都不吃醋，这让佐藤完全搞不懂，甚至开始感到失落。晚上，四人一起愉快地吃晚餐。麻美酒量很差，喝了几杯后开始对天成耍酒疯。明曲作为天成的秘书，赶紧把麻美带走了。这样一来，屋子里就剩佐藤和天成两人。为了避免尴尬，佐藤只好不停地给天成斟酒。天成像是开了光的机器人，杯接杯的喝个不停。可惜佐藤低估了天成的酒量，等到桌子上全是空瓶子，天成才依依不舍地睡去。解决了难缠的家伙，佐藤总算能回自己房间了。到门口才发现房门被反锁了，醉得烂泥似的麻美叫不醒，拿钥匙的明曲靠不住。没办法，佐藤只好找别的房间。紧接着佐藤看到天成受伤倒在外面，担心他在外头冻着，只好把他送回房间。佐藤细心地帮天成处理伤口，结果他告诉我那只是番茄酱。发现自亏被耍了，佐藤气得不行，转身就要走。天成哪肯就这么放过，竟然要强行留人，却被佐藤一招制服。佐藤不想再纠缠下去，赶紧制止了天成。天成揭穿了佐藤和明曲的假扮情侣计划。他问：“我真的这么让你讨厌吗？你非得用这种手段来甩掉我？”佐藤犹豫了，天成趁机抱住了他，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佐藤试图挣脱，不料却更加暧昧了。就在那一刻，佐藤感受到天成急促的心跳，竟然心动了一下，觉得天成也没那么讨厌。但很快他又冷静下来，慌忙地逃离了现场。第二天，佐藤刻意避开天成的视线，明曲依然在边上演戏，保持着演员的职业素养，继续扮演着男友的角色。但这次天成没给他表现的机会，抢过佐藤的行李，风度翩翩地离开。回到公司后，佐藤把天成识破假扮情侣的事告诉了明曲，同时决定顺其自然，让天成自己放弃。佐藤刚走，天成从柜子里冲出来，原来一切都是他的计划。明曲表面帮佐藤，实际在通过种种手段试探佐藤。明曲始终不懂天成为何要费这么大劲试探佐藤。天成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这样，越是被阻挠越想靠近，就像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一样。我现在真的很确定，佐藤已经开始动心了。”明曲看着天成得意洋洋的样子，忍不住感叹：偷吃禁果的不止佐藤一个。经过温泉旅行的相处，佐藤对天成的看法稍有改变，他决定不再故意阻挠天成追求他，希望天成能自然的放手。天成得知这个消息，认为是自己精心设计的计划起了作用，觉得佐藤终于看到了他的真心，所以就放弃了反抗。正当他以为一切都会如愿以偿时，突然出现了两个意外的人物。一个是多功能细胞研究的教授三岛，她是被誉为最年轻的女科学家，还是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另一个是手术成功率100%的天才外科医生蓝田，他们都是天成大学时的同学和好友。那天上班时，佐藤到会议现场找天成，遇到了蓝田和三岛。在众人的注视下，一直暗恋天成的三岛突然扑进了他的怀里。天成为了避免误会，忙不迭地介绍佐藤是他女朋友。三岛好像根本没听见，还是紧紧地粘在天成身边，甚至邀请他会后一起吃饭。天成也已经和佐藤有约，为由拒绝了，但三岛机智地把佐藤和蓝田也拉进了这个约会。佐藤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餐桌上3位顶尖的精英聊的是深奥的学术话题，这对佐藤来说简直像是天书。感到自己完全格格不入，佐藤只好找借口去了厕所，顺道离开了那里。这时蓝田担心作为天成女朋友的佐藤可能会因为三岛的奔放而感到难受，特意过来安慰佐藤，因此对他印象大增。佐藤回到餐桌，看着天成和三岛谈笑风生，
心里不知为何感到有些失落。晚餐结束后，三岛还意犹未尽，非要拉着天成过夜。蓝田看不下去，出面制止了三岛。没想到三岛和天成告别时，竟然直接亲了上去。这一幕完全让佐藤目瞪口呆。佐藤还没来得及反应，三岛又冲他亲了上去。这下佐藤更加摸不着头脑了，他只能呆呆地看着天成。经过今天这一番波折，佐藤的自卑感彻底爆棚了。他直接问天成为什么会对一个这么平凡的自己感兴趣。天成试图用一个吻来证明他对佐藤的爱意，可惜佐藤根本不买账。第二天，佐藤照常上班，他仍然陷在自卑的情绪中。他搞不懂天成为什么会喜欢一个没有亮点的他。为了摆脱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他决定去宠物店放松一下。没想到在那里遇到了正在挑选狗粮的蓝田。聊了很多之后，两人一起离开了宠物店。佐藤得知蓝田正愁着不知道带狗去哪里好，他主动要了蓝田的联系方式，分享了自己收集的遛狗场所给他。蓝田则帮助佐藤解开了心中的困惑。他说每个人的角色和任务都不同，面对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不需要做出超越别人的成就才值得被爱。他相信天成喜欢的不仅仅是表面的成就。工作之余，严肃的蓝田总是带着微笑给佐藤分享他爱犬的视频，这让旁边的同事们感到有点意外。而三岛那边，他的真性情全然展现，一边享受着三个男人的追捧，一边策划着对天成的下一步行动。第二天，蓝田约佐藤一起遛狗，佐藤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刚发出回复，就收到蓝田通知说天成也会一起来的消息。此时要反悔已经太晚了。同时，天成为了不让蓝田和佐藤单独相处，立刻让秘书取消了所有的行程。这时，三岛突然出现，他一言不发就拉走了天成。天成根本没有拒绝的机会。画面转换，佐藤和蓝田在愉快的聊天。在蓝田看来，佐藤似乎成了一个特别的存在，因为他不像别人那样刻意回避严肃的他。紧接着，佐藤得知因为有急事，天成和三岛不能来了，他心里竟然感到了失落。虽然他嘴上不愿意承认，但他的表现明显是在吃醋。这时，蓝田偶遇了他曾经救过的一个男孩和他的妈妈。男孩妈妈误以为他们在约会，决定帮这位救了孩子的医生牵线搭桥，一直在夸蓝田温柔体贴，这让佐藤对蓝田的印象大增。回家路上，蓝田向佐藤表露了自己的好感，话里话外都带着些许羞涩。佐藤回想他的话，心里琢磨不透，想得太认真了。他根本没听见天成打来的电话。就在佐藤要回家前，他想起要给蓝田狗狗的礼物，结果手一滑，东西掉了。两人一起弯腰捡东西，不经意间对视了一眼。这时天成又打来了电话，打破了那一刻的暧昧气氛。此时三岛似乎喝多了，一直靠在天成怀里。没办法，天成只好把他抱回酒店房间。正巧被三岛安排的记者拍到。天成送完三岛刚要离开，三岛假装睡着，突然抓住了他。正好佐藤的电话打了过来，三岛一把抢过手机接了起来，故意标榜自己和天成在一起，让佐藤挂了电话再说。然后三岛开始对天成发动攻势。看天成毫无反应，三岛以为是因为他身边的那些男友，表示他会处理掉这些烂桃花。天成直接回应，就算他处理完所有男友，自己也不可能喜欢他。看三岛还是纠缠不休，天成无奈地说，如果我把你当成佐藤来亲近，你能接受吗？三岛虽然很想得到天成，但他的自尊让他无法接受成为替代品，两人因此而分道扬镳。另一边，佐藤被三岛的疯狂行为震惊，他一时间脑子一片空白，最后还是蓝田的呼唤让他回过神来。回到家后，佐藤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不愿意承认，但是心里非常清楚，刚才那通电话让他难以安睡。电话又响了，佐藤对着电话那头的天成一通讽刺。天成明白了佐藤在吃醋，只好低声下气地求他，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我不指望能见你一面，能从窗户望见你我就满足了。天成话还没说完，佐藤气急败坏地出现在他面前，打过招呼，佐藤撂下狠话就走了。天成哪肯就这样放手，从背后抱住了他，还撒娇不停。佐藤感觉很反感，一拳就把天成打到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后，三岛的研究终于成功，各大媒体都来报道，但采访中，三岛只谈论追求天成，只是不断地说自己要对天成展开追求，为了能够得到他，自己也和所有的男友分手了。这一番话说出来，记者都傻了，观众也懵了，他的男友们都心碎了。天成抱着三岛的照片登上了头版，同事们都以为佐藤被甩了。佐藤本就在意这些报道，同事们的议论更让他心烦。就在他极度郁闷的时候，天成突然出现，当众向他表白。没想到得到的是佐藤的怒打，可不依不饶的天成哪有那么容易放弃？他拉走佐藤就要去约会，全公司的人都送行，佐藤只能无奈上车。天成的两个好友出场，让佐藤感到自惭形秽。三岛和天成暧昧不清，让佐藤不自觉在意。天成因蓝田接近佐藤而感到威胁，四人关系本就微妙，
三岛公开追求天成，让事情更复杂。三岛和天成的绯闻成了头条新闻，办公室里的八卦让佐藤喘不上气。他打算去海洋馆放松放松，天成竟然给他包下了整个海洋馆，想要制造一个浪漫的二人世界。谁知道三岛和蓝田突然冒出来，打乱了计划。他们就这样开始在海洋馆随意逛，安静的环境稍微缓解了佐藤的心烦。这时，天成突然牵起了佐藤的手，这次佐藤没把手抽回来，反而因为天成一直把他放在首位，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天成的手。甜蜜的氛围还没维持几秒，三岛突然冲过来把天成拉走了。佐藤只好和蓝田一边走一边聊。蓝田一脸扑克脸，从表情看不出任何感情波动，但话里话外都在关心佐藤。佐藤没多想，就和蓝田聊起了狗狗。两人愉快的聊天被天成一眼看尽，他心里警铃大作。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天成没拒绝三岛的投食，这让佐藤有点不高兴。接着三岛和佐藤聊起天成讨厌被夸的事，佐藤正想深入了解，天成却突然打断了对话，生气地站起来走了。三岛看形势不对，赶紧上前抓住天成，不停地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过去了。在三岛的安慰下，天成渐渐平静，两人云里雾里的对话让佐藤更加在意两人的关系。场景一转，蓝田揭露了天成故意利用三岛刺激佐藤的计划，天成没否认，反而揭露了蓝田这个呆萌的直男。暗恋佐藤却浑然不觉，但他没给蓝田思考的机会，用近乎威胁的语气警告蓝田别对佐藤有想法。天成的话让蓝田意识到自己的电灯泡行为，硬拉着三岛离开了海洋馆。尽管佐藤对天成的秘密好奇，他还是嘴硬的说不感兴趣。天成看透了一切，自作聪明的揭露了佐藤的心思，为此领教了一顿痛打。在回家的路上，佐藤开始意识到天成的细心照顾可能让他掉入爱情的陷阱，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依赖他，以至于无法逃离。想到这里，他在心里暗下决心，绝对不可以继续陷进去了。然而这一切在天成的眼里为时已晚。第二天上班，马美和明曲在八卦佐藤关于昨天海洋馆的事。佐藤趁机询问明曲是否知道天成不喜欢被人夸奖的原因。问出口的瞬间，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这么在意天成的过去。为了停止自己的胡思乱想，他又来到了宠物店治愈。这一次佐藤又碰到了蓝田，两人一同离开时，佐藤想帮拎着大包小包的蓝田分担重量。一番谦让争夺后，佐藤不小心跌在路边，被溅了一身泥水。蓝田担心佐藤会感冒，立刻脱掉外套为他披上。紧接着蓝田将佐藤送回家，可佐藤不小心弄丢了钥匙，只能等待开锁公司救援。佐藤想要下车随便找个地方坐一坐，蓝田却以天冷容易感冒为由，强硬的让佐藤在车里等待。根本没有话的两人轮流昏睡了过去。之后佐藤接到了开锁公司的电话，将外套归还给蓝田。心直口快的蓝田不仅不让佐藤归还，还主动提出把佐藤的衣服拿去洗，这样就有下次见面的理由。这话让佐藤一时慌了神，只能愣愣的答应。这时天成正倒挂在车上，注视着车内，惊悚的画面惊呆了蓝田。佐藤似乎早已适应，直接打开车门撞翻天成，潇洒的离开了。天成突然表示，虽然佐藤生气的时候很可爱，但更喜欢看他笑脸。佐藤刚想表示自己正因为他不愿意透露秘密而生气，转念想到这或许证明自己喜欢上了他，只能欲盖弥彰地说自己很开心。佐藤走后，天成与蓝田互呛了起来。自信的天成临走前还不忘挖苦蓝田道：“祝你早日被甩哦。”第二天，马美好奇地问佐藤，到底是选择有钱的总裁还是天才的医生呢？佐藤却觉得一个像极了疯子，另一个又无趣的像个呆子，根本没得选。那个晚上，佐藤加班到了深夜，就在他准备整理资料时，天成突然出现了。他为了阻止佐藤找借口见蓝田，专门买了一模一样的衣服给他们俩。然后天成就在佐藤的工位边晃来晃去，看起来完全没打算离开。他还自顾自地给两人起了个爱称。佐藤被搞得有些不耐烦，直接让天成安静下来。天成很乖的就安静了，但他的存在感太强，让佐藤根本没法专心工作。这时佐藤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给了天成一个表现的机会。突然明曲和一个厨师带着早已准备好的食物出现了，一下子把办公室变成了高级餐厅的模样。天成还真是变态，把佐藤肚子叫的声音录下来反复听。晚餐进行得非常愉快，两人还互相夸赞对方，这让佐藤再次想到天成不喜欢被夸的原因。他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关系还没那么深，所以天成才不愿意告诉他真相。这时蓝田发来了信息，天成醋意大发，决定用自己的秘密换取佐藤部和蓝田见面。佐藤还没来得及答应，天成就开始讲起了自己的过去。原来他从小就生活在无尽的夸奖之中，不管是同学还是老师，见了天成都是一顿夸。久而久之，天成对此感到厌烦。他开始想，如果自己失败了，大家会不会对他失望？于是在研发新药时，他故意在数据上留下了漏洞，增加了副作用，结果同事误以为是升级版就生产出来了。
天成得知后，向父亲康介坦白了自己的过失。他本以为康介会责备他背离了研究员的初心，康介却说知错能改是最重要的，让他按原始数据重新生产就好。这件事虽然没造成太大影响，但这让天成感到非常愧疚。他和朋友们聊了聊这件事，他们只是让他别太自责，毕竟谁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回忆至此结束。天成说他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害怕佐藤也只会说这是个意外。其实这种担心完全多余。佐藤听完之后直接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这种亲切的感觉让天成异常兴奋。他不由得想起第一次见到佐藤的情景，这一刻天成坚信只有佐藤能真正理解他。他激动地单膝跪下向佐藤表白，但佐藤此时更担心的是那些用药的患者。天成说他曾想数次公开道歉，都被他父亲阻止了，他只能通过研发更好的药物来补偿过错。佐藤终于弄清了天成的秘密，但他对天成的表白无法做出回应，只能慌忙地离开现场。分开后，佐藤无法集中精神工作，脑海里全是天成的往事。他只要想到天成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所要承受的压力，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不禁感到难过。这时佐藤看到蓝田的来电，他急切地想知道蓝田当时是怎么安慰天成的。佐藤在知道真相后感到无力却又想帮忙的愧疚，他很想找人倾诉，但又因为是天成的秘密，不便轻易说出口。当佐藤看到蓝田的未接来电，想到他也知道这个秘密，觉得他是谈心的最佳人选，于是约了见面。这时蓝田正在和三岛一起，经验丰富的三岛立马看出蓝田喜欢佐藤的事实，鼓励他坦诚面对自己的感情，这样生活才能更快乐。这时三岛没注意到佐藤的前男友冈本在一旁偷听他们的对话，似乎在策划什么。佐藤和蓝田见面后坦白自己知道天成的秘密后感到非常无助，什么都做不了，非常内疚。蓝田则安慰佐藤道，能向你倾诉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救赎。说完这些，蓝田接到一个紧急手术的电话，佐藤只好帮忙暂时照看蓝田的狗狗。蓝田下班后来到佐素家接回他的狗狗，但他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发烧生病，结果晕乎乎的撞到了佐藤。佐藤发现他发烧后只好让他留在家里过夜，他还细心的照顾他。第二天早上，蓝田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佐藤，他不由得有点恍惚。就在佐藤准备起身时，一旁的狗狗帮了个忙，把佐藤推到蓝田怀里。在这样暧昧的姿势下，蓝田鼓起勇气想向佐藤表白，却被天成的电话打断。蓝田瞬间放弃了告白的念头，准备离开。两人在楼下，蓝田虚弱地倒在了佐藤怀里。这时天成突然出现，虽然知道蓝田因发烧在佐藤家过夜，两人并没有发生什么，但天成还是忍不住对病号蓝田发了脾气。隔天蓝田回到医院上班，收到一个好消息，美国的研究团队邀请他去发展。面对这么好的机会，蓝田第一个想到的却是佐藤。此刻他终于明白了佐藤对他的重要性。下班后，蓝田带佐藤去公园，掏出戒指向他表白，还提出希望佐藤和他一起去美国。面对突如其来的告白，佐藤感到很茫然和不知所措，幸好蓝田没有催他立刻做出回答，这让佐藤松了口气。之后蓝田把告白的事告诉了天成，天成一点也不担心，他相信自己能赢。三岛依然在追求天成，但还是被冷漠拒绝。三岛以为天成不接受自己，是因为他之前在药品副作用事件上的夸奖，才一直不愿意接受自己。但天成说自己在向佐藤倾诉后已经彻底放下了。天成刚离开，冈本就找到了三岛，掏出戒指向他求婚。原来冈本被三岛和蓝田的对话深深触动，决定认真面对这段感情。但此刻的三岛却没那个兴趣，他说自己心里只有天成。说罢他甩头就走。画面突然转换，佐藤在接受蓝田的告白后感到左右为难，一会儿倾向于选择蓝田，一会儿又偏向天成，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第二天上班时，冈本因为三岛的冷酷拒绝彻底失控，对天成下了致命一手。佐藤一听说天成受伤，立刻冲往医院，看到躺在那里静得仿佛不再呼吸的天成，他感到如晴天霹雳。这一刻，佐藤终于意识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天成，开始泪流满面地表达自己的心声。蓝天在门口听到这一切，选择默默离开，可这感人场面仅持中秒，天成突然苏醒，原来他根本就没受伤。随身携带的厚厚一叠佐藤的照片挡下了那致命一击。佐藤看到这些偷拍的照片，气得不打一处来，他坚决要求天成删掉所有原始文件，天成却怎么也不肯。经过几番争执，佐藤的心情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起伏，最终烦躁地离开了医院。第二天，佐藤找到蓝田，非常抱歉地拒绝了他的求婚，并把戒指还给了他。蓝田其实早就释怀了，因为他已经明白佐藤的心意，但佐藤告诉他，他不能和天成在一起，因为天成的无微不至会让他觉得自己很无能，从而丧失自我。虽然蓝田不太能理解佐藤的想法，但他相信这是佐藤和天成之间的情感难题，需要他们共同去解决。
与此同时，三岛因冈本的鲁莽行为，特地来向天成道歉。天成并没有责怪他，天成却从中学到了一课，那就是真爱意味着把对方的幸福放在首位，而不是一味的索取。三岛对天成的成长感到惊讶，但天成却把这一切功劳都归给了佐藤，因为自从遇到佐藤以来，他才真正体会到相处之乐。天成衷心的希望三岛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第二天，佐藤来到公司，却发现自己的工位被调到了总裁办公室。天成的解释是，这样做可以让相爱的人时刻相见，实际上他只是想不断看到佐藤。佐藤气愤极了，尤其是当天成拿出那天的他告白的录音反复听，他开始否认那天的告白是真心的，只是一时冲动。然后他向天成正式提出辞职，他不想因为自己让天成耽误工作，也不想成为他的负担。他说这是最后一面，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辞职的第一天，天成准备了一大笔遣散费，让秘书转交给佐藤。佐藤坚决不收，秘书无奈只好使出杀手锏，跪地请求佐藤收下这笔钱。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注意，佐藤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看着那么多钱，佐藤不由得感叹，天成始终坚持用金钱来打动他。突然他听到外面的警报声，以为是天成又来了，没想到是个真正的变态。为了避免再陷入思念，佐藤决定用这笔钱去旅行。之后的日子里，他开始周游世界，每到一处都自拍留念。这次他来到了迪拜，在入住酒店时发现，这间房间和自己预定的相比有些过于豪华，确认了几次都是没错，他没多想就住了下来。佐藤想给蓝田发旅行照片，却惊讶地发现每张照片里都有天成的身影。佐藤还在疑惑，天成就出现在了他面前。原来他早猜到佐藤会用这笔钱去旅游，这样他就能在陌生的地方和佐藤真正独处。但天成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交给佐藤一种可以治疗他已故爱犬的药物。本该是感人的时刻，但佐藤一想到又被天成玩弄，立刻气愤不已，毫不犹豫地给了天成一顿暴打。看着天成那享受的表情，佐藤下意识想要逃离，但无处可去。他大声说，这个男人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全剧中